大家好，我是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2020年是跨时代的一年，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不寻常。如果能在去年股市有所收获，也算是不小的慰藉。伴随新年新气象的来到，也进入到了美国居民报税的季节了。从1月1号到4月15号之间，需要我们完成缴税的动作。为什么我要做一期报税的视频呢？因为很多朋友去年开始进军股市，或者在股市的营收增长巨大。我曾经缴过一次数额不小的罚款，所以我希望分享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大家避免或者是最小化你的损失。我必须声明一下，这个不是指导你规避税务的视频，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赞助商来支持我这个视频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期视频常用的专业名词中英文对照，我接下来都会用中文来描述这些专业的词汇。估缴税如果没有按时缴足的话，可能在报税的时候面临税务局的罚款。这期视频并没有时效性，就算你看到这期视频已经过了2021年1月15号，或者是4月15号，以下分享的避免罚款的经验也适用于明年或者是今后的每一年。税务计算和法律很复杂，我大学时期的教授总是说税务问题比英文的拼写法要复杂1000倍之多。我反复斟酌思量，总结了以下的分享，希望可以把想表达的问题深入浅出地呈现给大家，不足之处请见谅。关于股票长短期 long term 或者是 short term 持有买卖的税率和策略的问题，在此呢不多做赘述，如有需要可以在今后的视频中具体讨论。那作为纳税人呢，我们需要在一年中按季度缴纳税 （pay estimated taxes）。需要估缴税的一般期限呢是4月15号、6月15号、9月15号和来年的1月15号。那去年呢，因为疫情原因，日期有更改。如果你对估缴税日期比较陌生的话，多半可能是在公司拿 W2 form 的朋友。那公司的会计部门已经在你的工资中预扣了税款，就是 tax withheld，作为估缴税上缴给税务局。所以在来年的4月15号报税期限之前，要把过去一年中应缴纳的税款总数理清。如果估缴税多了，便会通过报税退回；如果估缴税少于应缴税，便需要补交。那交税的链接呢，大家就可以去 Google Search Pay Estimated Taxes Online， 然后呢进入到了 IRS 的这个通道，通过银行账户缴付，没有手续费。用信用卡或者是银行卡则需要一定的费用。如果今年你由于疫情原因 W2 收入减少，反而从股市中获得可观的盈利，估缴税没有及时缴足的话，可能在报税的时候要面临税务局罚款的危险。罚款比例呢为 Federal Short-Term Rate 加上3个百分点，大概呢是在5%左右。今年不少朋友股票的营收不错，按照这个比例的罚款额度还是蛮高的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现在还来得及避免这一损失。那下面呢就是豁免的例外的情况了。如果你预估出来应缴的税款不足$1000，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正确的，便不会被罚款。如果对于预估应缴税很难做出正确判断，那么以下有2个条款可以帮助大家避免罚款。第一个就是估缴税按时缴满当年应缴税的90%，要做到这项条款，便要在1月15号之前缴满至少90%。第二点，按时缴满2020年所交税款的100%，但是 Adjusted Gross Income 高于75000的朋友们要缴满110%。然后呢，对于 Farmers 还有 Fishermen， 他们有另外的条款。那具体的情况呢，就请咨询一下注册会计师了。如果你遇到以下5种情况，就要格外的去注意了。那第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有的朋友主要收入为投资和股市，今年营收增长使你的应缴税超过1000，这时可能要在
1月15号之前及时缴足应缴税来避免罚款了。之前没有罚款是因为应缴税低于1000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对于去年疫情中 W2 工作收入和预扣税款都减少的情况下，股市营收增长，而且应缴税款高于1000，这时请你要在1月15号之前及时缴足估缴税款来避免罚款了。第三种情况就是2020年公司 W2 预扣呢，至少是2020年缴税的100%，但是2020年一年股市营收增加，那么在2021年全年要按季度按时估缴税，来避免2022年的罚款。今后每年皆可参照这一情况来避免罚款。第四种情况，如果有的朋友主要收入为投资和股票，今年营收增长，使得你的应缴税款超过1000。那么也就是第一种情况，但是不同的是，2020年应缴税为0，那么在2021年全年按照季度按时估缴税来避免2022年的罚款，那今后每年皆可参照这一情况来避免罚款。第五种情况，有的朋友每年或者是个别年份在缴纳罚款而自己而不知，所以说希望你看到这个视频能够帮你们理清思路，避免未来的税务罚款。那下面我给大家来呈现一下罚款会在1040表格上出现的位置，有空大家去核对一下自己历年的1040来确认一下。那么红色部分呢，下划线就说的是估缴税不足的罚款条目，黄色的 highlight 线呢是已经缴付的估缴税款条目，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估缴税高于应缴税，因为1040表格上呢罗列的明细清晰，多缴纳的部分会原额退还给你。1040表格看上去虽然说很繁复，核算 estimated taxes 是否高于1000也是很头疼。那我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一直核算 estimated taxes 的税务软件，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TurboTax 了。它是一个上手容易操作非常简单的税务软件，当然它也完全可以胜任4月15号 due 的 tax return。他们现在呢正好在做优惠活动，如果你点击我在描述栏或者是留言讨论区的链接，便可看到折后课的价格。虽然 TurboTax 比起很多的税务软件都要贵10几20块，但是很多用户反映 TurboTax 在同类的软件中可以给出最高的 tax refund， 但是税款的计算只有正确和错误，那为什么不同的软件会给出不同的结果呢？问题就是在软件本身的正确性和税务项目的完整性上了，所以多花10几20块能够换来直观易上手的界面和更高的正确率，还是很值得的了。那下面呢，这4款TurboTax 税务软件呢，就是针对不同的纳税人。右边的每一款软件呢，都包括左边所有软件罗列的所有的全部项目。就比如说蓝色的包括了紫色的，然后黄色的呢就包括了紫色和蓝色，橘色呢就包括前面这3种颜色的。如果在2020年有买卖股票的收益呢，我请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下 Premium。如果你另外有1099 MISC 的收入呢，就请选择一下 Home 和 Business。它包括了 Schedule C， 可以核算自营生意的收入和相关经营的支出。那我一直以来都用的是 Home and Business， 使用起来非常的清晰流畅。那今后呢都不用担心会计师的资质和能力，不用再烦恼是否将报税所用的材料一件不落的带到会计师那里，更不用在今年还要戴上 N95 口罩和会计师大声的在那里交流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这期的视频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帮我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我是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